听懂了王一博的无感，才算看懂了他在名利场里的清醒与松弛。时间拨回2019年的那个夏天，随着《陈情令》的爆红，王一博瞬间被推上了流量的巅峰。伴随巨大名利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关注、审视以及不可避免的争议与非议。就在那个风口浪尖上，他交出了自己亲自作词的歌曲《无感》。说实话，刚听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首偶像用来固粉或者回应争议的常规操作，但当你静下心来，逐字逐句地去咀嚼里面的歌词时，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年轻人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名利场时写下的一份极其真诚的自我心理建设指南。这首歌以对负面评价保持无感、不理不睬为核心态度，将遭遇舆论裹挟时的挣扎内化成了一种不被情绪操控的清醒自持。歌词的每一个角落都映照着他专注自我、接纳不完美，在喧嚣中守护内心平静的生活哲学。今天咱们就不聊那些饭圈的打榜数据，也不聊那些炫酷的舞台镜头，就单纯从文本和心态的角度来深度拆解一下王一博的无感到底体现了一种怎样高级且通透的生活态度。情绪管理的清醒，拒绝做提线木偶，在喧嚣中夺回情绪主权。咱们先来看看歌词的开篇，王一博写得非常直白且犀利，被表扬被喜欢当然值得期待，得到很多以后你说不爱又离开。这两句词简直是把互联网时代造神与毁神的反复无常给扒了个底朝天。在这个流量为王的语境下，大众的喜爱和厌恶往往是一体两面的，今天能把你捧上天，明天就能因为一点风吹草动把你踩进泥里。面对这种巨大的人际落差和情绪过山车，王一博给出的解法是什么？是那句核心的别做任别人操控情绪的木偶，对负面评价保持无感不理不睬。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在这个信息过载、情绪被无限放大的时代，有多少人是被网络上的评价绑架了的？别人夸一句就沾沾自喜，别人骂一句就整夜失眠，这其实就是把情绪主权拱手让人了。王一博最让我佩服的一点是他看透了这种木偶困境。他笔下的无感绝对不是那种麻木不仁或者冷漠逃避，而是一种极其高级的情绪断舍离。他在专访里坦言，写这首歌是想鼓励有同样处境的人克服困难，保持好心态。你看，他没有选择去和那些恶意对骂，也没有选择去自证清白，而是直接切断了恶意伤害他的路径。在心理学上，这叫做建立强大的心理边界。他不是在装酷，他是在保护自己的能量场，不让外界的褒贬左右自己内心的定力。这种清醒，在20出头的年纪，真的太难得了。逆境中的自我和解，以无感为盾，完成一场温柔的绝地反击，顺着情绪管理往下走。咱们再来看看他如何处理那些实打实的伤害。歌词里写道，破碎的、刺痛的，被攻击、被嘲笑、挑衅，无感是将伤害最好的回击。无感刺我勇敢的心不畏惧。要知道，爆红之后的王一博面对的不仅仅是赞美，还有无数拿着放大镜找茬的眼睛。那些碎片化的恶意、莫须有的指责，对于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都是巨大的精神内耗。但在这首歌里，他把这些负面遭遇转化成了内在力量的来源。很多听众在解读这首歌时都提到，这是王一博在提笔自愈，他把那些内耗和委屈悉数收纳进了旋律里。我其实心里挺受触动的。你想啊，面对挑衅，本能的反应是愤怒，是反击，是撕破脸。但王一博发现，你越是反应激烈，对方越觉得有成就感。真正的反击其实是不在乎。他用无感给自己穿上了一层铠甲，完成了与这个充满恶意的世界的温柔和解。他在创作札记里强调，这首歌不仅是写给自己，也是写给所有正在遭遇困难的人，希望大家不要沉浸在一种情绪里，总会过去的。这种格局一下就打开了。真正的勇敢不是没有恐惧和委屈，而是带着这些破碎和刺痛，依然能赐给自己一颗勇敢的心。这种在逆境中不怨天尤人，而是向内求索、自我消化的能力，才是这首歌最动人的底色。对完美人设的祛魅，撕下标签，接纳那个没那么好也没那么坏的真实自我。在娱乐圈，立人设是常规操作，但塌房往往也源于人设的崩塌。王一博在无感里却主动对完美人设进行了祛魅。他唱道，我没有你想象的好，也没有他想象的坏，只看到部分的我就很喜欢，把我惯坏又来狠狠一踩。这段歌词精准地刺破了外界对一个公众人物的碎片化想象与过度期待。大众往往喜欢把偶像投射成自己理想中的完美模样，一旦发现他有普通人的缺点，就会有一种被欺骗的愤怒，从而狠狠一踩。但王一博在采访中非常坦然地表达过，我没你想象的好，也没他想象的坏，做自己就好了。
这段词真的是一针见血，直接扯下了娱乐圈完美人设的遮羞布。咱们现在的网络环境太喜欢把人标签化和客体化了，你要么是全知全能的完美神明，要么是十恶不赦的靶子，很少有人允许你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优点也有缺点的普通人。王一博这句没你想象的好，也没他想象的坏，其实是在呼吁一种平视的目光。他拒绝被神化，也拒绝被矮化。这种不迎合、不解释的态度，正是他生活哲学的核心。我不活在你们的评价体系里，我只关注我自己可控的事情。在如今这个处处立人设又处处塌房的内娱，他这种主动打破完美滤镜，接纳真实不完美的自我，简直是一股难得的清流。他让我们看到真实比完美更有力量，活在当下的方法论，关注可控之物，在太阳下山与夜里点灯间寻找确信。如果说前面的歌词是在讲如何应对外界的恶意，那么副歌部分则是把抽象的人生态度落回到了具体可感的日常细节中。他反复强调，没有事情过不去，天塌了还有爱在，只有过不去的情绪才会把你紧紧地绑起来。太阳下山了，夜里也有灯打开，你看这世界不坏，你看，这就是王一博的活在当下的方法论。保持内心稳定的关键不在于逃避问题，而在于管理自己的情绪反应。他提倡的就保持无感，不计较成败，才有幸福感，其实是一种非常务实的生活智慧。星号个人感悟与点评。星号每次听到太阳下山了，夜里也有灯打开这句，我都觉得特别治愈，特别有画面感。他不跟你讲什么宏大的虚无主义，也不灌那种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毒鸡汤，他就告诉你最朴素的道理，天黑了就开灯，饿了就吃饭，事情发生了就去解决。在古罗马斯多葛学派看来，这就是区分可控与不可控的最高智慧。外界的流言蜚语，别人的喜恶，过去的遗憾，这些都是不可控的，但今晚吃什么，下一支舞怎么跳，下一个摩托车弯怎么过，滑板怎么练，这些是可控的。把精力从不可控的执念中抽离出来，收回到自己可控的具体事物上，幸福感自然就来了。这种不计较成败的松弛，与他私下里低调专注、不炒作、不争辩的公众形象高度一致。他不是在躺平，而是在一种极度专注的心流状态中，过好每一个当下。从歌曲到日常，知行合一的松弛感，让无感哲学落地生根。理论说的再好，最终还是要看行动。近年来，舆论和大众常常以居家感、松弛感来形容王一博那种不修饰、不紧绷的坦然状态。这种在镜头前不刻意经营人设的松弛，恰恰就是无感中保持无感才有幸福感的外在表现。从无感到后来的我的世界守则，他的歌词序列展现了一种清晰的成长轨迹。很多粉丝和路人评价说，他不是专业词人，却把一路坎坷写成最动人的字句，一字一句皆是不迎合、不妥协的倔强。这份源自真实的感染力，使得无感早就超越了粉丝圈层的自嗨，成为了无数年轻人在遭遇非议、焦虑亦或迷茫时反复回听的内心铠甲。其实你观察他这几年的状态，从无感里那个略带防备、努力自洽的年轻人，到现在镜头前那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你会发现他是真的把歌词活成了日常。他不炒作，不争辩，甚至有点宅，喜欢在家里捣鼓乐高，看看书。这种居家感其实就是无感哲学的生活化落地。他不再需要用歌词去证明什么，因为他已经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为自己建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这首歌之所以能引起那么大的共鸣，是因为它精准地击中了当代年轻人的时代情绪。在信息爆炸和极度内卷中，我们太需要这种屏蔽力了。王一博用他的知行合一告诉我们，外界的喧嚣永远都在，但你可以选择在心里修篱种菊。无感其实是最高级的有感。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最后我想做个总结。听懂了无感，你也就真正听懂了王一博。在这个人人都渴望被看见、被赞美、被理解，甚至为了流量不惜博眼球的时代，他选择了一种向内求的活法。他的无感不是对世界的冷漠无情，而是对自我内心的深情关照。他的不理不睬不是懦弱的逃避，而是为了把有限的生命和精力留给真正热爱的事物。在喧嚣中守护内心平静，在逆境中保持清醒自持，这不仅是王一博的生活态度，更是他在这个复杂世界里交出的一份最漂亮的人生答卷。愿我们都能像他歌里唱的那样，在太阳下山时从容地为自己点亮一盏灯。